中国到底有多少核弹头？美国军方年年都在瞎猜，甚至声称中国将在2035年左右拥有大约1500枚核弹头。到底是为什么美国要猜测中国的核武器水平？这里是知识 TNT。根据一些外媒的报道，美国的国会战略态势委员会直接表示，中国的军事能力已经在这些年中发生了惊人的变化，而且未来实力也不会停止，用一个翻天覆地来形容都不为过。他们认为中国目前大概有400枚核弹头，按照他们对中国核武器发展速度的推测，这个数字在2030年或许会变成1000，而到了2035年，这个数字更是要翻下天，变成惊人的1500枚。很多人都认为中国的核武器发展速度缩短了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核武器实力的差距。那么这里就不得不提到一个问题了：世界上武器千万，为啥老美就对这个核弹头念念不忘？要解释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就要来了解一下核弹头到底是什么。核弹头就是核武器的名称，是指那种装有核战斗部的一种导弹。核弹头携带对所针对的目标进行大规模杀伤破坏的核弹药，同时携带一定的运载工具和防护系统。于是这种核弹头变成了一种具有独立性的运载工具，当然也具备很强的杀伤力。核弹头的组成部分有2个，也就是核弹和头。首先是头，它是可以在适当时候产生巨大核爆炸的杀伤性武器，而核弹则是一种运载的工具，可以在飞行的过程中让弹体分离并进入大气层。核弹头的结构很复杂，其中它的核心部分核战斗部非常关键，但是只有核战斗部却并不能完成这种核弹头的爆炸杀伤效果。有的核弹头还会装有姿态控制系统、定向系统等各种系统，以提高核弹头命中的精准度、稳定性等各种更高的性能。发展到现在的核弹头，它的内部结构非常复杂，不仅需要热核材料、常规的引爆炸药，而且还需要可以帮助裂变的裂变扳机、各种必备的机电系统等。当然，这些部分都是需要定期维护和保养的，以延长核弹头的作战寿命。核弹建造究竟有多难？核弹头的核心部分是由高浓度的裂变物质和热核物质组成的核装药。现今国际上大多数已经停止生产最原始的裂变弹，因为它们已经不再符合现代社会需要的威力性，而且生产使用过程中污染严重。在现在国际社会的核弹头中，高浓度的裂变物质，比如铀235和钚239，通常是通过金属形态得以存在的。核弹头的保质期是多久呢？因为铀235的半衰期超过了7亿年，所以铀235的表现在很长时间内都可以没有明显的变化，所以可以维持几百年的时光。钚239虽然在长时间的影响下，它的爆炸响度等因素会随着时间有所变化，但是主要部分是不会有太明显的变化，会维持一定的稳定。不过，如果核弹头的主要装药是钚239的话，那么它需要维护和提纯，一般是在10年之后针对其核心进行更换，还有在反应堆中实现再次的提纯。另外，需要及时更换和维护的是起爆药，这种常规性的炸药需要进行及时和复杂的维护，否则核弹头的威力将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变得不稳定。完整的核弹头中，其他接触到电路的部分也是要定期进行维护和监测的。核弹头是非常需要精密度的武器，任何一个微小的地方发生了松动，或者是没有及时维修的话，就会直接导致整个核弹头失效。当然，核弹头要保证维修和维护效果的话，最好的方式就是定期测试。核弹头不管是设计制造还是后续的保质和维修，都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财力。那么为什么各个国家都希望自己能拥有核弹头呢？因为核弹头的威力太强大了，当核弹头爆炸时，它所释放的能量可以达到惊人的效果。核弹的威力一般用当量做单位，比如在1945年，美国向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掷的2颗原子弹的威力，就是差不多2万吨的当量。到了现代社会，核弹头的当量可以大到上千万吨。到目前为止，真正被国际上正式承认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只有5个，分别是美国、法国、英国、俄罗斯和中国。其中，美国和俄罗斯的核弹头占有量占据了全部核弹头数量的90%以上，超过了12000枚。中国到底有多少核武器？对中国来说，核武器的拥有和发展就是确保本国的安全和完整，捍卫国家利益的保障。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刚刚成立的新中国就不断遭受到国外的安全威胁，甚至一些国家以核武器为要挟，要打击新中国的发展。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我们的领导人下定决心要努力发展自己的核武器，这样才能在面临武力威胁的时候更加有效地保护自己。
所以，我国的核武器发展最早从1955年就开始了。当时国家确定了12项科学技术的发展重点，其中研制核武器技术被放在了第1位。1964年，我国的第1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仅仅2年08个月之后，我国就实现了从原子弹到氢弹的突破。1967年，第1颗氢弹也爆炸成功。虽然在核弹头研究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了各种各样的艰难险阻，比如帮助我们的苏联专家都被撤走，只剩下从来没有相关研究经验的本国科学家，比如我们没有精确的计算工具，只能以人力手工计算等。但是我国科学家从未想过放弃，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和发展，我们的核弹头实力已经有了坚硬的底座。1988年的时候，我国的第1个中子弹爆炸实验成功，而到了1996年，我国的最后一次核爆炸实验也以完美的蘑菇云而宣告了成功。我国核武器的存在和实力，一方面向世界证明了我国不仅在经济上、政治上是一个强大且不断进步的国家，而且在军事上和保障国家的安全和核心利益上也是一个强大的国家。我国虽然拥有核武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会像其他国家一样把核武器作为要挟和威胁的工具。我国一直以来都致力于和平发展，而核武器只是我们维护国家的安全和主权等核心利益，最终实现和平发展的手段。我们更希望实现全球的稳定合作和对话，这样才能在和平的环境下实现更为长久的发展。我国不管拥有多少枚核弹头，都不会违背现在国际上所要求的原则，也不会主动以核弹头为工具威胁世界的和平。知识 TNT， 专注你不知道的食物科普，我们下期再见。